小伙伴们看，这位先生，大和爷先生说是全大阪3000米障碍的第一名，53岁。这位先生姓什么？高桥高桥先生。哦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5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突然开始下雨了，刚开始，一点点。今天又戴了个墨镜，这跟前两天那不一样，这个是带度数的。本来今天想试试这新墨镜的，没想到赶上下雨了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。昨天就应该下，昨天到下午，天气预报就一直报警要暴雨，结果没下我家那儿。再往北一点儿，我看网上的图跟视频，就是那种大暴雨，京都也是大暴雨。这最近太热了，一会儿要是能哗下一场大暴雨就好了。现在中日之间的快递真的是太方便了，这个我是淘宝买的，不到5天，不到6天就送到了。而且他到我家签收的时候，淘宝居然有推送说我签收了，因为这种快递到了国际段，就过了国际段，到了这边以后就是这边当地的快递公司了，那可能就是开始有合作了。以前是没有这种推送的，以前到这边过完海关就会显示说已交给第三方承运，就没有下文了。好一点会告诉你第三方是谁，运单号是多少。行，一会儿咱们聊啊，一会儿咱们聊评论。雨掉了几滴又不下了，但是天上阴云密布的。咱们开始聊评论，怎么样？先是一个我自己的，跟大家分享。昨天看那个叫做壮哥带着四处去玩的自媒体，在频道里说30万的订阅，那么大的播放量，一天 B 站给50多块钱。现在就是这样，现在就是你增加订阅量，甚至增加播放量，跟你的收益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您说，那创作的内容不就是看的越多，应该挣的越多吗？我也没办法。但是好消息是，那天佳明的小伙伴也给了一个回报稍微高一点的蓝链，我都放在 B 站的我那橱窗里了，但是也没人看，因为我就不是一个卖东西的人。我也觉得自己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频道努力干吧，我还是觉得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只不过最近大家的分享来看，又是一波停更潮，但是我应该不会，我肯定不会。而且就是其他平台现在也这样了，慢慢也这样了。但愿一切都好。一位小伙伴说减肥，天天跑有氧。没什么用，反而是呢，加了些间歇，加了些强度，这个月瘦下来了。我其实也觉得是，好多人说什么燃脂心率，那其实本质上不都是热量差吗？您就算都在燃脂心率燃下来了，你稍微多吃一口，它不就长回来了吗？你没有热量差，一切都是空谈。那有的热量差是怎么来的？消耗的多，吃进去的少。那你要是每天跑同样的距离，肯定是强度越大消耗越高啊，对吧？那我那个21公里穿插着30个1分钟快慢，和我像今天这样慢慢悠悠跑10几公里，甚至是21公里比，那肯定是那个消耗的多呀。你不用在乎说你运动的那1个小时能多燃烧多少脂肪，
而且我实话告诉你，燃烧不了多少。普通人就想想怎么能跑得快一点，跑快点自己也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小伙伴说也特别期待周三早上看见我们的早训练，跑团的气氛特别好。是的，大家都特别的热情开朗，特别努力，而且特别的专注、单纯、纯粹，确实特别好。我也努力在这团队里能够，我不说贡献一份力量吧，能够让大家觉得和我一起跑步不会不开心就好了。下一个要跑首半马了，想听听补给意见，要不要买盐丸什么的。半马我觉得不需要，半马基本上就是跑之前10分钟先吃一个能量胶，然后中间吃一个能量胶就过去了。当然了，如果您的半马还在2个小时多还多不少的话，那您多带点吃的没关系。如果是比赛的话，我一般就是赛前一个胶，中间一个胶。如果还有没吃完的电解质盐丸的话，我差不多12、13公里往舌头底下横一个那种，就不是胶囊片剂，特别苦涩那种，一直横到终点，就是刺激一下自己。不是为了那一点电解质和盐，因为我参加半马的比赛基本都是很冷的时候，不怎么出汗，其实就是想让就跟我昨天说吃那盐糖，让嘴里有点刺激，顶不住了就拿舌头尖舔一下舌头底下，那种苦涩那感觉不一样，没有了。至于赛道上喝水也随意，别想太多。下一个UP 30 Elite 和110X 5.0怎么选比赛？您没有写5.0 Pro，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 Pro。我给您回了文字，但是想在节目里说一下，就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能够在3小时30以内了，那就选160X 系列吧，会更有劲儿一点。在330以外的 UP 30 Elite 是个不错的鞋，那个对脚踝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小。我穿着那个从大阪跑到京都测试评测，还有相机也是。有一位小伙伴跟我说感动了，说我这频道，你看我为了一双鞋一个相机的评测跑42公里，对吧？我为了各种东西，不是30公里就是马拉松。虽然说我那个最后出的影片可能没有那些大 V 们做得好，但是我有时候就想，为什么刚才说我会很努力把这频道做下去呢？就是因为我做的每一天的工作，我都觉得我对得起自己的评判标准，对自己的，这样我就不会轻易就放弃什么东西，而且我始终坚信守得云开，肯定见月明。下一个3000块的预算买手表要兼顾生活，那我怎么说呢？实话实说，现在的专门的运动手表能特别兼顾生活的，最多你也就是看看天气，看看时间，收手机的信息，对吧？其实 Apple Watch 也就是干这些事儿，最多就是能发信息。像100公里的时候，我就到后来跟家属发语音，说我快到哪儿了，或者怎么着的，也就这样了。而最后这一条，其实大多数人不需要。你3000的预算，各个品牌的旗舰款都差不多，就是次旗舰吧，就跑步里的旗舰款，而不是说综合的或者越野的，都挺好的。我觉得，比方说您看，如果是佳明265、965，然后高驰的话呢，高驰想买贵的都不容易，Pace 3就特别好了，预算只有您的1多半。
这些都还行。然后，下一个合练到最后冲刺，说不诚信，没有啊，你所有的这种训练都是最后要冲一冲的。我们一开始配速稳定的多好，4分10几，对吧？那你最后2.5公里没有折返了，那你肯定要全力以赴一下。我也是觉得大部分的训练都应该最后冲一冲，包括长距离，注意安全就好了。下一个说听我的分享，其实也只代表我自己的经历和体验，没有普世价值。您说的是对的，我是个自媒体，我只能分享我自己的东西，我也没法做新闻调查。我只是说，您不需要按我的轨迹去做，因为不光是我，你听谁的话，人都不一定能避免走弯路。只不过走了弯路以后，如果碰巧我也走过，我也说过的话，您不那么惊慌，不那么担心就好了。下一个啊，看我分享宋拓那个表能不能装 APP， 能，而且还挺多的。只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用的不多，像我用的所有手表基本就是开一个跑步模式，然后最多就是训练课程，都不是课表，就是它提醒我该快了该慢了就结束了。下一个啊，如何通过训练水平判断自己的比赛的时候的配速。还有一个小伙伴说，比赛的时候如果全力以赴，会有那种未知的快感。这俩放一块儿说，第一个办法其实我说过很多次，就是比较麻烦。你赛前1个月测一次30公里，这样说的比赛都是全程马拉松，你30公里全力以赴，差不多这个配速稳定在这个配速跑比赛，就不会差太多。很多小伙伴没有这条件，或者错过了，或者是天气不允许。那我可以这么说，大部分的比赛成绩和您最直接的指标挂钩的就是您的阈值配速，而大部分手表，如果您一直带着正常训练，并且您不是每天都特别慢的跑，那您的阈值配速一般手表测定的是不会差太多的，上下5到10秒。那有了阈值配速怎么办？比方说我的阈值配速大概是3分38到3分40，手表告诉我的。那跑半马的话，就按照3分38以内去跑，就是因为手表一般测的阈值配速，实际可能会比你真的还要慢一点点，因为你每天的训练都不是全力以赴的，他也不知道你没全力以赴了多少。半马就是阈值配速，甚至可以再冲一冲到最后。如果是5公里、10公里，那就如果是5公里要比你的阈值配速快5秒或者更多。10公里嘛，差不多其实10公里跟半马差不多。你想再快也不一定能冲，最多就是10公里，你可能到最后的冲刺的体力会多一些，你可以提早，比方说最后的1公里800米去冲刺，而半马可能最后做不到，最后可能只有300-400米冲刺，可能就差这一点儿。如果是全马怎么办呢？全马的话，你就得把阈值配速在你的阈值配速上加10到15秒。训练有素的小伙伴，像我不客气的说，我觉得我的训练还行，我就这么干。所以你们看，如果我是3分37的阈值配速，我加10秒就3分47了，
347就只有理论的240可能就不能多跑。如果训练的再有素一点，比我再强，就不用加10秒，可能加7、8秒。所以你们看到好多那种配速表说破240的选手，男性阈值配速是337，对吧？差不多就这样来确定自己的目标。但是这个确定为什么没有那个30公里准呢？是因为其实你加减多少秒和你的训练水平有很直接的关系。5公里、10公里还好，半马、全马很有可能你加完这个秒，你到最后就掉了。而这个掉不是你强度不够了，是你的耐力，或者说速度耐力不行了。而速度耐力其实就不是靠变速间歇冲起来的，是靠常年的积累和多跑那种心率步行之间的这种训练积累出来的。为什么说常年的积累呢？因为心率步行这种训练呀，你不是说跑就能跑的。像比方对我吧，我1周来1次我都扛不住，那又需要很多次才能打定基础，那不就得时间长吗？是不是？说清楚了。下一个啊，说想拍摄自己的比赛，Go 3S 能拍一场全马吗？那您看看他那参数啊，他写了电池能用多久了，是不是？那单靠摄像头本身只能拍30分钟多一点点。我猜你可能不太可能带着外壳去跑比赛吧。不过呢，你要是不差钱，再买2个Go 3的摄像头吸在身上，就像我没办法，3个差不多覆盖一场比赛的关键时刻了，对不对？3个能拍1个小时40分钟最多，当然就有点奢侈。但是你看我100公里带了2个，就拍了那视频就挺长的了，就有好多画面了。下一个啊，对，还是刚才那个没说完，最后补充一下，就比赛中的全力以赴的未知感，这感觉特别美妙。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是2015年的鸟巢半马，北京第1届，好像是2015年，我跑了1小时41，从来没有跑过那么快，我自己训练的10公里都没跑过那么快。我当时想着我还不累就快，我还不累就快，最后就莫名其妙的同样的配速跑到了终点。第一次全马有这感觉就是纽约，我从1年前的3小时45变到了1年后的3小时02，也是起跑太冷了就一直快也没有慢下来，也就坚持下来了，好像呢也没有掉，也没有抽筋儿，也没有撞墙。所以有时候是要时不时探索一下未知领域，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。所以这个小伙伴说的特别好。行，准备都回完了，雨估计又下不起来了，但是你看天上的乌云。训练后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10公里，喝水，喝水。继续干。哎，8月5号星期一清晨6点45，最后一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跑了16公里多，碰见了大黑猿先生，好久没见了。他一直在出差才回来，跟我说他从南京回来的。我说南京是中国最热的几个地方之一，说特别热，他回来觉得特凉快。然后我都已经不行了，有点跑不动了，今天喝了1次水也不行。另外圆满完成这4天，第1天跑了24公里匀速，然后第2天，我都不记得了啊，对，可能是第2天是跟平田先生的早训练
跑了一个15公里的强度，加上热身冷身，一共22公里左右。昨天是早晨跑了16公里，下午跑了4公里，特别热的那种感觉，酷暑试一试。然后今天是16.5公里，明天休息日可能就轻松跑了。刚才和那位蔡先生聊也说，休息日还是不能太用力，休息日慢跑没问题，太用力会造成想快的时候快不起来。到现在40以后，得想办法，不能说想办法维持速度，因为你只要想的是维持速度，那肯定是不能100%维持住的，得想办法提高速度，努力干吧，坚持住。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琵琶湖的马拉松，因为如果要报名的话，就是大阪、东京、琵琶湖是3个连续的周末。虽然东京现在只能等待常规的报名抽签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想试试。如果东京中了的话，就比较尴尬，当然可能中的可能性非常渺茫，差不多可能全球1/10左右。不过没关系了，我再想想琵琶湖这个事儿。今天回评论，我们这个频道都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或者说第4个训练日，和大家回复评论我看到的有意思的话题。明天休息日，这4天真的累了，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一起加油干，好吗？咱们下回再见。